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。电影《哪吒》这句经典台词含金量还在上升。在刚刚结束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，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以54票断层优势拿下最佳影片，是百花奖创办64年来头一回把最高荣誉颁给动画电影。可出品人王长田走上台时，台下大多安坐不动，掌声稀稀拉拉。才隔几分钟，张艺谋携惊蛰无声领取优秀影片奖，全场齐刷刷起立，掌声雷动。这最高奖遇冷四喜享礼遇，冰火两重天的反差一夜冲上热搜，也戳破了行业里一层没说透的窗户纸。有人说这是一部给小孩看的动画片，分量没有真人电影重。那哪吒拿下最佳影片到底配不配呢？他可太配了。这不是一匹撞运气的黑马，而是超过4000名动画人用5年时间死磕出来的硬仗。剧本前后改了66稿，全片2427个镜头里，特效镜头就占了1948个。当初导演饺子想过找海外顶级团队合作，可好莱坞的动画公司冷眼相待，迪士尼的特效团队袖手旁观，最后靠全国近140家公司4000多名动画人联手托举，才硬生生拼出了中国动画的万灵奖。海妖身上仅2像素宽的铁链，团队磨到了极致。3界大战15分钟长镜头，单帧渲染就要48小时。最让人心疼的是四海龙宫崩塌的特效镜头，花了400万做出来，但为了叙事节奏说删就删，钱花了，效果出来了，为了片子更好看忍痛割爱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把作品当命，把观众当知音。又有人说颁奖典礼哪吒的导演饺子没来，仪式感差点意思。那导演饺子干嘛呢？王长田也在致辞中说了，他在闭关。这个华西医科大学毕业半路出家的导演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之前他曾经用3年半的时间闭门做出了获奖动画短片，又用了整整10年闭关磨出了2部长片。爆火之后，他不混饭局，不攒人脉，不炒人设，就连颁奖典礼也很少露面，一门心思闭关搞创作。就这么一个不合群的人，带着一群不在圈子里的人，拿出了154亿国内票房，全球影史第4的成绩单。中国影史票房冠军，全球前10唯一非好莱坞影片，这个外行把中国动画扛进了世界第1梯队。颁奖现场，电影人给张艺谋导演起立致意，这没毛病，几十年行业贡献摆在那儿，前辈值得尊重。可代表最高荣誉的最佳影片，连对等的礼节性尊重都得不到，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就出在那座看不见的大山里。一层是类型偏见，百花奖64年了才把最佳影片颁给动画，骨子里还是觉得动画是小孩看的玩意儿，算不上正经的电影，不是自己人。另一层是圈子逻辑，人家桃李满天下，场内处处有师承有人情，你不拜码头不走动，自然没这份人情面子。观众看作品，圈子看归属，2套标准撞在一起，就有了台上的尴尬。可话说回来，饺子和哪吒真的需要个全场起立吗？根本不需要，他活成了自己电影里的哪吒，不认命，不服输，不靠圈子背书，全凭作品撞开偏见的大门。154亿票房， 3.24 亿观影人次，全球影史第4，百花奖头一个动画最佳影片，这份成绩单比100次全场起立分量都重。这就是我们最想说的那句话，人心中的成见就是一座大山，可再高的山挡不住好作品的光。大众百花奖根基在百花齐放，颁奖典礼的掌声可能片刻就散，但哪吒刻在中国电影史上的位置谁也挪不走。饺子不需要全场起立，他的作品已经让亿万观众心甘情愿地站了起来。中国电影的出路不在饭局人脉里，不在颁奖客套里，而在每一帧打磨的画面里，在每一个愿意为好作品买单的观众心里。能走得长远的永远是埋头干事的人，永远是真诚不糊弄的好作品。看完百花奖，我感慨了很久。154亿票房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拿下最佳影片，创造历史的导演饺子连颁奖礼都没来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获奖。百花奖颁了64年，最佳影片头一回颁给动画电影，打破了行业惯例。
魔童闹海是什么分量？全球影史票房第4，是前5名里唯一的中国电影，唯一的非好莱坞作品，唯一的动画片。很多人只知道哪吒火，不知道饺子的人生比哪吒的故事更让人振奋。他本名杨宇，华西医科大学的学霸，按正常轨迹毕业就有三甲医院的铁饭碗。但他从小喜欢画画，大3偶然接触到3维动画，压了10几年的热爱彻底爆发，直接放弃医学，转行做动画。那时候国内动画行业几乎一片空白，所有人都觉得他不务正业，又恰巧遇到父亲突然离世，家里全靠母亲每月1000块退休金生活，700还房贷，300当生活费。亲戚劝他回头找份正经工作，只有母亲什么都没说，当掉了自己结婚的金镯子。就靠着这份托举，他在成都老小区里蹲了3年08个月，足不出户，一天伙食费不超10块，一个人死磕动画。2008年，他做了16分钟的短片，拿遍国内外大奖。之后又熬了7年，才等到光线传媒投了他做魔童降世，剧本改了66稿，一做就是5年。2019年，魔童降世50亿票房一战成名，换做其他导演早就上综艺混圈子赚快钱。他倒好，又闭关了5年，做出了154亿票房的第2部《魔童闹海》。现在所有人都在教孩子走捷径，搞人脉，快速出圈。可饺子用23年证明，真正能站得稳的，从来不是左右逢源的本事，是沉下心把事做到极致的硬实力。饺子母亲更值得佩服，不说教，不阻拦，用全部信任拖住孩子的选择，这才是最有力量的家庭教育。你不用刻意迎合任何人，当你的本事足够硬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有的人一辈子琢磨怎么让别人鼓掌，有的人一辈子埋头做事，做到你不得不鼓掌。你们觉得在孩子的成长里，练本事和混圈子哪个更重要？第38届百花奖前天刚刚落幕，大鹏拿下了最佳导演奖。很多人发现一个特别颠覆的现象，大鹏非科班，半路出家。还有那个饺子导演学医出身，跨界转行，他执导的《哪吒之魔童闹海》拿下了本届百花奖的最佳影片奖。这2位创作者没有正统学院的一路的培养的这种辉煌履历，却拿出震撼大众的作品，胜过不少科班大牌的教练。这绝不是单纯的运气，他狠狠戳破了当下标准化教育最大的盲区。很多人默认系统的学习、标准的答案、模板的训练就等于持久的竞争力，但科班教育的局限也恰恰在这里。他教你所有成熟的技法、行业通用的这种套路，却很容易框死一个人的思想，磨灭一个人的个性，钝化感知。长期困在统一的评价那种框架里面，人那么就可能会变得非常专业、很规范，也很娴熟。但是呢，慢慢就丢失了自我，丢失了灵气，失去真诚的表达欲。不少科班的那种从业者技巧非常扎实，但是唯独缺少核心的内核。这个内核就是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发自内心的热爱。反观大鹏跟饺子，他们能够弯道超车不靠单纯的天赋，他们只依靠了2种核心的能力。第一种呢，就是热爱，是主动的学习主动的选择，而非那种被动的安排。他们不是顺着那种升学的路线被动的去选定行业，而是经历探索之后，遵循内心主动奔赴他自己的理想。这种强大的自驱力是标准化培养最难培养的一种特质。那第2个方面呢，是他们拥有专业体系之外的完整的人生阅历。学医的经历赋予了导演饺子看待人生的人性，还有那种偏见，它具有不同于平常人的这种独特的视角。大鹏呢，就常年的在底层打拼，让他读懂更懂得普通人的悲欢冷暖。课堂里面教不出人生的
丰富阅历，那种模板训练替代不了生命的体验。专业技巧可以在后天去自学补齐，但是独一无二的那种眼界、那种共情力与思考力这个才是决定一个人的上限。那么映射到孩子的教育的成长上面，道理也是一目了然。如今呢，很多的家长非常执着于从小锁定赛道，传承标准化的去培养人生的那种道路，步步的去对口，非常惧怕孩子走弯路，害怕试错畏惧成长节奏放缓。但是大鹏跟饺子的这种经历去印证了人生从来不需要一步到位，拉开长远差距的从来不只是超前的学习，然后反复的去刷题。那么比起技能的这种堆砌，更重要的是守护孩子敏锐的感知力，保留纯粹的热爱感，接纳孩子曲线成长的可能性。许多孩子从小被精密的规划持续的去内卷，最后学得一身技能，却失去了寻找热爱、突破自我的勇气。所以真正值得深思的教育真相是，标准化的训练决定人的下限，独立人格与丰富阅历才决定人生的上限。熟练可以被复制，灵魂和热爱永远不可替代。